宁海的医药中专已经搬迁到了新校址，这南郊的校区地块早已经拍卖，准备拆迁之后盖商品房。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一个捉迷藏的好地方。即便宁海方面出动足够多的警力，也很难找到嫌疑人，甚至有可能因地形缘故，而在那些教室走廊间打上一场小规模巷战。快到了，司机沉声说道。他虽然心中极度担忧，但已经冷静许多了。兄弟，我不该怪你们，这事儿怨不得你。苏无忌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放心，我一定把女儿给你救下来。司机又问道。我呢，真的不用报警吗？苏无忌说道。报警可能更危险，相信我，你们的手机都已经被监听了，甚至你的行车电脑也有可能被入侵了。我们的每一句话对方都有可能听见。童幽柔忍不住地打了个冷战，感觉自己是不是遇到了恐怖分子。他第一次遭遇这种事情，能表现成这样子，心理素质已经算是极好了。但他此刻不禁有种和龙清河当时很相似的感觉，那就是一扇专属于世界另一个维度的黑暗大门已经开始在他的眼前徐徐打开。这一台出租车是苏无忌随手拦的，并不是通过打车软件叫到的。而这种情况下，对方能在他们上车40分钟之后就找到司机的家里，绑架走他的女儿，这属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这整个过程绝对不可能是一个人完成的。以往的老式汽车，车上最先进的东西可能只是空调，而现在华夏的出租车基本上都是智能化很高的纯电车了。如果遇到计算机高手，想要入侵行车电脑，难度并不大。果然，随着苏无忌的话音落下，一道加了变声器的声音从车子音响里响起。你真聪明，我现在对你的身份越发感兴趣了。看来你能接二连三破坏我的计划，并不是巧合。苏无忌冷笑了一声。但我更关心的是，你的手上为什么会有英伦皇家军工集团20年前生产的反坦克炸弹？等你来到这儿，我再解答你的这些问题。那边冷笑着。苏无忌说道。我们马上就要进入校门了。可是音响却陷入了沉默。医药中专的校门敞开着，之前的一栋门已经被拆了卖了废铁，所有教学楼的窗户也都被拆掉了。在这样的夜晚，那些窗户口像是择人而噬的凶兽之口。司机开着车围绕着学校内部道路转了一圈，并没有看到女儿的身影。他把车子停到校园中央，吼道：我女儿呢？混蛋，把我女儿还给我！啊！车在音响里又响起了一声女孩的惨叫。你最好对我的态度尊重一点，不然我会像刚才那样，再往她的手指甲缝里插上一根牙签。司机顿时不敢吼了，他说道：我把人都给你送来了，你能不能放了我女儿？苏无忌没有等他回答，拉着童幽柔直接开门下了车。初秋的夜风已经颇有凉意了，而此刻未知的诡异与恐怖更让童幽柔觉得心底发寒。紧张吗？苏无忌问道。有一点，但有你在身边，我其实还好。童幽柔这其实是心里话，在他看来，这个年轻男人能够带着龙清河数次化险为夷，那么这次也一样可以安然度过难关。柔姐以后就算是不干经纪人，跨行业做点别的，也能成大事。苏无忌微笑着说道。我虽然不了解你的所有计划，但觉得你今天就是有备而来，一定藏了可以出奇制胜的后手。看着苏无忌的微笑，童幽柔心情安定了许多。苏无忌摇头笑道：
今天如果我不是带你一起出来，对方也不会上钩。他比我想象中还要谨慎，所以你是立了大功的事后，我会对相关部门说明此事，给你请功。童悠柔，你也是相关部门的人吗？苏无忌一脸嫌弃。他们一直想要我，让我嫌工资太低。这时候，司机的电话响起。打开免提，现在你们3个人往前走，走到操场正中央来，给你们看个有意思的东西。苏无忌毫不犹豫，带着司机和童悠柔一起向前走。操场很空旷，周围有2栋宿舍楼和1栋教学楼，放眼看去，全是相当不错的设计位。在看到教学楼中央的时候，苏无忌眯起了眼睛。童悠柔眼睛也比较尖，她立刻抬手一指，喊道：“那边吊着一个人。”一个身影正被捆着双脚，倒着吊在教学楼外。司机见状，立刻大吼：“依依！”这就是他的闺女张依依。教学楼是6层的，此刻这姑娘脑袋朝下，要是摔下来，根本活不成。苏无忌的声音被叶枫送出去很远：“我来换看，让你身边的女人也过来，我对漂亮女人更感兴趣。”那一道声音在司机的免提声中响起，话语中满是嘲讽的冷笑，但是他用的仍旧是变声器：“我去就我去。”童悠柔也是够血性的，说着他便往前走去。苏无忌并没有阻拦他，而是跟上了几步：“我陪你一起啊。”童悠柔越走越近，拳头越攥越紧，手心都在冒着汗。他抬头看着张依依，后者的抽泣声已经可以清楚地传进耳朵里了。然而走到了教学楼下，苏无忌忽然一把拉住了童悠柔，另外一只手猛然一扬，一把匕首被他甩上了高空。咔嚓，那绑着张依依双脚的绳子被当场切断。张依依本能地发出了一声尖叫，身体朝着下方坠落。这一切发生的速度太快了，连童悠柔都没有反应过来。看到女儿突然下坠，司机张华宇的呼吸已经快要停止了。苏无忌的身影却已经在第一时间腾空而起，他一步便跃上了2楼，在墙体上踩了一脚，直接腾至3楼，当空接住了坠落的女孩。而这个时候，上空忽然杀气大盛。童悠柔抬眼一看，有好几个蒙着面的黑衣人已经出现在6楼的天台边缘。他们齐齐扬手，10几枚银色飞镖从顶楼上向下飙射而来，直奔苏无忌而去。此刻苏无忌正抱着张依依，马上就要落地，似乎根本腾不开手去阻挡那些飞镖。而紧接着那7、8个黑衣人又是一扬手，好几枚飞镖径直射向了童悠柔。童悠柔可没有任何功夫，在这凶猛的攻势之下，他觉得双腿如同灌了铅，根本不听使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好几道荧光距离自己越来越近。看对方这攻势，他和苏无忌今天都是不死也得重伤。那凛冽的杀气扑面而来，童悠柔已经停止了思考。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紫色光芒陡然出现在了童悠柔的视野里。那紫色好像是源自于一柄剑，而剑柄正握在苏无忌的手里。紫色剑芒当空横扫，一片金铁交鸣之声密集地传入耳中。那些飞镖竟然全部被打飞了出去，没有一枚命中的。童悠柔瞬间化险为夷。他之前可从来没见到苏无忌随身还带着一把剑。然而当苏无忌抱着张依依落地之后，
一个转身，那闪着紫色光芒的长剑居然不见了踪影。他一把拉住童幽柔，身形飞退。这后退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让童幽柔只觉得眼前一片光影闪过，自己便已经到了20米之外的安全地带。这急冲和急刹的惯性，让他有了一种类似于晕车的强烈眩晕感。那7、8道黑衣身影显然没想到苏无忌能躲过这个埋伏，在短暂的愣神过后，已经从6楼飞扑着跃下。他们的手里面都拿着寒光闪烁的长刀，能够从这么高的高度跳下来而不怕受伤，他们显然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杀手。这就是一场提前布置好、完全针对苏无忌的杀局。可是当8个黑衣人刚刚下降到教学楼的3层时，一片刀芒突兀地出现。这一片刀芒显然也不是只出自于同一人之手。凛冽之极的寒光从3楼的阳台展出，在夜色底下铺开，瞬间将那8个黑衣人淹没在其中。刷刷刷，刀光涌过，鲜血飙溅。那8个黑衣人齐齐惨叫。这一片刀光并不是立即致命，可却让他们失去了对下坠身体的控制，落地姿势完全变形，相当于直接从6楼摔了下来。砰砰砰，一片沉闷的声响。有2个人是脑袋先着地，直接摔得七窍流血，不动弹了。还有4个人在控制不住地抽搐着，显然距离死亡也不远了。最后2个人还在不断地发出痛哼，但却根本站不起来了，小腿和胳膊已经摔得严重扭曲变形。童幽柔的眼睛亮亮的，原来苏无忌早就在这医药中专的废弃教学楼里安排了埋伏，危险似乎一下子就被解除了。刚刚那几十秒的经历实在太快了，对于童幽柔来说简直好似一场梦。司机和张依依父女已经紧紧拥抱在一起，2人都是大哭着。苏无忌对3楼位置挥了挥手，7个身影已经直接跳了下来。他们落地之后面向苏无忌的方向，齐齐抬起右手，全心向内捶了一下自己的左胸口。在童幽柔看来，这应该是一种特殊的礼仪，有点像是中世纪欧洲的骑士礼。他虽然不了解细节，但已经从这个抬手礼的动作中感受到了这几人对苏无忌的满满尊敬。而下一秒，这7人的左膝齐齐一弯，单膝跪倒在地，他们的右手仍旧放在心口，齐齐喊道：拜见天王大人。拜见天王大人。苏无忌的嘴角抽了抽，脸色有点发黑，只是他没吭声。那7个人就没有把头抬起来，膝盖更是一直跪在地上。童幽柔看着苏无忌，眼睛里有着难以形容的光亮。这个行事风格强势的女人，看到一个手段比自己更强的男人，多多少少会被激发出一些慕强的心理。更何况刚刚电光石火间的转败为胜，让他的心中充满了无法形容的奇妙感。童幽柔知道，那漫天的杀气，那凛冽的刀光，还有那些单膝跪地的黑衣人，这些画面已经颠覆了他过往32年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这时候，又有5道黑衣身影从废弃教学楼一跃而下，他们奔至苏无忌的身边，说道：天王大人已经完成了战场清扫，没有再发现其他人。谁让你们这么喊的？苏无忌终于开口了，没好气地说道：狗屁天王大人难听死了。会长说了，游侠组织要改组，不再是松散的组织，而要凝聚成一股绳，重新设立架构，
成为西方黑暗世界里的最有竞争力的势力之一。为首的那名黑衣人说道。苏无忌嘲讽一笑，我懒得关心这些事，那老家伙不会是要把游侠组织变成游侠神殿吧？为首的那名黑衣人说道。是的，明天游侠神殿正式成立，大人您将是神殿的第5天王。之前游侠组织的天王都是好事者封的，并没有得到组织官方的统一认证。而从明天起，游侠组织在黑暗世界的地位就完全不一样了。苏无忌吐槽道。什么神殿，什么天王，这一个接着一个的破名字，土得要命，我真是忍不了。感觉起这些名字的人都没什么文化。随后他转向童幽柔，今天看到的听到的不要说出去。童幽柔的眼睛仍旧亮晶晶的。你放心，我不会。苏无忌走到司机张华宇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老哥带女儿回家吧，家里现在安全了。张华宇很激动。老弟，谢谢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今天简直跟拍电影似的。不用谢得那么早。苏无忌咧嘴一笑。还没抓住正主呢。张华宇。啊？他看了看自己的手机，之前救下女儿的时候，他就已经把电话给挂断了。童幽柔也很意外，难道说之前给我们打电话的人并不在这里？苏无忌笑了笑。狡兔三窟连打个电话都使用变声器的人，永远都不可能在现场露面的。张华宇的脸色又难看了起来。那我们怎么办？我这个家还回不回了？苏无忌摇头笑了笑。当然回，现在就回。你的家现在已经彻底安全了。童幽柔对司机说道。他说安全了，就肯定安全了。你相信他，没错的。这时候，张依依走了过来，她满脸眼泪泪干，便已经鞠了一躬。哥哥，谢谢你。这丫头居然长得很好看，一点都不像她爹。苏无忌问道。他们没欺负你吧？张依依抬起了自己的左手，中指和食指的指甲还往外渗着血。她说道。除了这个，没有强奸我。张华宇松了一口气。去医院把指甲拔了。苏无忌说道。让医生仔细清理一下伤口，别有倒刺留在里面。张依依重重点头。谢谢哥哥，我大名叫张天一。哥哥，你叫什么？童幽柔刚要说话，苏无忌便开口说道。我叫严小庞。好的，我记住了。小庞哥哥，我怎么才能变得像你们一样厉害？张天一问道。苏无忌说道。考上大学再说吧，明天一早记得去医院。而这时候，司机的手机响了起来。看到了来电，他本能的一哆嗦。又是这个家伙！张华宇喊道。苏无忌把手机接过来，打开了免提，语气嘲讽地说道。等你电话等了好几分钟，你这也太磨叽了。我也在等我那些手下的电话，没想到在这种局面下，你居然还能生还。仍旧是那用了变声器的声音。你的人太弱了。苏无忌冷笑一声。东洋的领风组真是江河日下，要不是顾忌有人质在手，我直接把这儿火力覆盖了。电话那边明显陷入了惊诧。你怎么认出来是东洋的领风组？苏无忌呵呵一笑。藤木和树，我弄死的。电话那边立刻说道。不可能，藤木和树是领风组的武士总教官，怎么会死在你的手上？紧接着那边便陷入了沉默。的确，领风组的武士总教官在半年前来了一趟华夏之后，便再也没有了消息。
领风祖本想把自己的势力拓展到华夏，但藤木和树的失踪让这个计划戛然而止。没想到我居然误打误撞地找上了这么一条大鱼。沉默了足足1分钟，电话那边狠声说道：好，我盯上你了，你死定了，我会让你余生没有一天安生日子过，我会让你身边的人都后悔认识你。苏无忌淡淡说道。武藤中一别太自信。听到苏无忌居然一口叫破自己的名字，那边再度沉默了1分钟，才问道：你怎么知道是我？杜卡罗的5星猎狗还不如阴沟里的老鼠。苏无忌说道。你最好一直躲着，在屏幕后面躲一辈子。说完，他主动挂断了电话。童幽柔问道：接下来怎么办？他一定还会找上你的。苏无忌说道：进攻是最好的防守。童幽柔听了这句话，忽然明白了苏无忌今天的所有操作。主动出来，看似瞎逛，实则是诱敌出击，所有的计划早就完美制定，包围圈早就已经设好，就等着对方带着张依依一头扎进来。童幽柔甚至相信苏无忌已经有了详细完善的计划来对付武藤中一。这时候，苏无忌又走到了张华宇的面前。老哥啊，今天发生的事情里面关于我的部分，一个字都不要往外说。张华宇拍着胸脯保证。老弟，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说的。苏无忌咧嘴一笑。我不相信任何人的保证，所以我丑话说在前面，你要是说了，可能会倒霉。张华宇打了个寒颤，接连保证了好几次之后，拉着女儿匆匆离开。看着苏无忌威胁张华宇的样子，童幽柔摇头笑了笑，自言自语：虚张声势。苏无忌又打了个电话。小庞收工回家。童幽柔又意外了，今天小庞也来了。苏无忌指了指学校对面的高楼。这种制高点一定得提前占领。童幽柔想起了节目组的商场惊魂，下意识地问道：小庞有狙击枪？苏无忌不置可否地答道：这些东洋武者既然来了，我就不可能让他们走。就算游侠组织不出手，他们也一定会被小庞打爆脑袋。童幽柔没想到苏无忌在看自己跳舞的时候还能完成这么多布置，这男人的脑子是怎么长的？他轻轻地吸了一口气，果然我的眼光没错，你这个小男人有点危险。苏无忌呵呵一笑：危险的男人最迷人，你可别爱上我了。童幽柔：这你放心，我不喜欢比我小的男人。苏无忌咧嘴一笑：巧了，咱俩一样，我也不喜欢小的女人。什么意思？你在说我？童幽柔觉得自己哪里都不小，无论是年龄还是身材。苏无忌：所以柔姐这样的挺符合我的审美。而这时候，那2台轿车已经沿着碧康养老院的内部道路转了2圈，然后在停车场停下，等待着更具体的消息。银月杀手就在眼前，但是他们并没有贸然行动。代驾男坐在后排，他的膝盖上横放着一把黑恶战刀。这把刀，自从我潜伏华夏之后，还没有再用过呢。他说道：今天就用银月杀手的血，好好填饱他的肚子，重振杜卡罗猎杀者的名声。他想起了杜卡罗最近在华夏的一系列惨痛失利，眼神开始变得阴鸷了许多。坐在他旁边的西装男说道：最好能把暗影也给挖出来。游侠神殿要成立了，这时候干掉这个影子天王，对于游侠组织是个惨痛的打击。代驾男摇了摇头：
可惜暗影潜伏得太深了，神不知鬼不觉，想要把它挖出来太难。而这时候车子停下来，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的男人开门上了副驾。他扭头对坐在后排的西装男说道：韦伯斯特调查官已经探明了，银月杀手的住处就在前面17号院，他正在院子里挥舞着一根树枝，一个白头发的老太太坐在他旁边喝茶。这西装男就是雷蒙情报局的 A 级调查官韦伯斯特。西装男打了个响指：好啊，干掉他，做好这一单，胡克先生肯定会从4星猎杀者重新晋升为5星了。代驾男胡克摇了摇头，眼睛里浮现出了一抹狠辣。我究竟是4星还是5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让银月杀手死无葬身之地，要杀得他们再也不敢来华夏。这个胡克之前就是因为对抗银月不利，华夏的拐卖生意大受影响，被杜卡罗组织摘了星，从5星猎杀者降为了4星。祝胡克大人成功。韦伯斯特笑眯眯地说道：如果你的人手不够，我的人可以帮忙。没必要，我1人足够了。随后胡克拿着黑恶战刀下了车，走向许家烟所居住的小院。而韦伯斯特又探出了脑袋，提醒了一句：对了，院子里还有一个老太太，你顺手把这个目击者一并除掉算了。胡克没回头，伸手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虽然再过2个小时便要天亮了，但是许家烟没有丝毫睡觉的意思。他闭着眼睛，挥舞着那根桂树枝，一遍又一遍，整个人似乎已经沉入了那一种氛围中。时间不知不觉地流淌而过，而在这个过程里，陆天星始终坐在院子里，慢慢品着茶。皎洁的月光洒下，落在他的肩头，似乎让陆天星已经成为了岁月本身。终于，许家烟睁开了眼睛。这一刻，他的眸子中没有疲惫，反而神采奕奕。是不是悟到了一些东西了？陆天星把茶杯放下，开口说道：老师，原来您一直陪在我身边。许家烟有些惊讶，也有些感动。他刚刚进入了一种物我两忘的状态里，对于周围的一切都失去了感知。而陆天星一直没走，显然是在保护他。我的确是悟到了一些，说不上来好像就是挥剑的时候找到了一种全新的力量运用路线，这种力量运用方式让我有种事半功倍的感觉。许家烟说道：如果和敌人交手，我应该可以比之前坚持得更久。很好。陆天星没什么表情，说道：再来几次。许家烟得到了师傅简短的评价，非常开心，于是连续挥动桂树枝。看起来很简单的动作，但是在今天重复了千百遍之后，却隐隐有了一种玄妙的感觉。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好像那种专属于江湖的美感更重了些。陆天星微微颔首：很好，你的天赋和悟性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强一些。许家烟的俏脸上笑意轻漾：谢谢老师。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眼神一凛，笑意陡然消失。因为在外面的小路转角出现了一个身穿带甲服装的身影。许家烟一眼就认出来，此人就是之前出现在伯爵会所门前的那个家伙，是杜卡罗组织潜伏在华夏的高级猎杀者。当时许家烟受伤未愈，身体还处于虚弱状态，不得不放弃了这么好的机会。胡克拎着黑恶战刀，脚步无声地走了过来，不疾不徐，似乎胜券在握。
盯着许家烟，他的眼睛里已是杀意涌动。老师，我去解决一下。许家烟先是转向了陆天星，鞠了一躬，有些内疚地说道：因为我的事打扰到老师休息了。陆天星摇了摇头，又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许家烟把手里的桂树枝放在桌边，又拿起了一把匕首。银月杀手竟然住在养老院里，还真是让我感觉到意外，怪不得那么久没把你挖出来。胡克冷笑道：我在你的手里连续败了几场，要不是你今天出手对付向家兄弟，我还真是很难找寻到你的踪迹。然而胡克并没有意识到，这次所谓的踪迹还是许家烟故意泄露给他的。许家烟轻轻摇头：杜卡罗组织和那些拐卖集团一样，在这个世界上就不应该存在。胡克呵呵一笑：晨曦已经被抓住了，再杀了你，那么银月短时间内将不敢再派杀手进驻华夏了。许家烟说道：那么在动手之前，我能不能问问，这次与你合作的究竟是雷蒙情报局里的哪一位 S 级调查官？他还想再找到瑞特森的踪迹呢。 S 级调查官？不，我们可请不动神秘的 S 级调查官。胡克冷笑着说道： A 级调查官就已经是寻常人所能接触到的雷蒙情报局顶级精锐了，以他们的能力，想要把你挖出来，不要太简单。胡克说着，把刀鞘拔掉，扔到了一旁。我说完了，也该送你去死了。说完，他腾身而起，直接扑向许家烟。胡克的速度很快，黑恶战刀的刀锋泛着幽冷的光，裹挟着强烈的杀气。这把刀的刃口有着独特的双层锯齿状设计，被砍伤的人伤口会如同被鳄鱼撕咬般难以愈合。起码从双方的兵器上面来看，许家烟是明显处于下风的。许家烟那把匕首的体型和凶神恶煞的黑恶战刀一比，就显得太过于娇小和温柔了。没想到面对胡克的凶狠攻击，许家烟手中的匕首也是能防御到位。当胡克以为自己的战刀能在第一招就直接割开许家烟喉咙的时候，后者却一抬手，小巧的匕首却将黑恶战刀精准地挡在了咽喉之前。在胡克看来，战斗方面从来都不是银月杀手的特长，他们更擅长的是各种暗杀和伪造现场。可是这一次，自己的必杀一击居然被挡下，让这位猎杀者非常意外。然而这个时候，许家烟的右脚一抬，一记鞭腿直接抽向了胡克的肋间。这攻防转换极为丝滑，对于战斗时机的把握也是相当到位。在抬脚反攻的同时，许家烟还直接抢上一步，匕首划向了胡克的胸膛。双管齐下，双招同出。面对这种攻击，胡克只能第一时间收回了黑恶战刀，挡在了胸前。他只能选择挡下对方伤害最强的攻击。铿然一声响，两把兵器相交，火花四溅。与此同时，许家烟的长腿狠狠地抽在了胡克的肋间。砰！一声闷响，胡克被抽得往后面退了一大步，衣服都被许家烟的这一脚震得裂开了。他觉得自己被侮辱到了，表情阴沉到了极点。你的近战能力比那个被俘虏的晨曦要厉害许多。胡克说着，黑恶战刀陡然挥出，气势更胜之前。一片片黑色的刀光虎虎生风，已经将许家烟包裹在内。后者的打斗能力确实是要在胡克之下，面对这种连绵不绝的凶狠攻击，只能用匕首险险招架。一时间，许家烟险象环生，就连衣服都被对方的刀锋
划破了好几处。胡克狂风暴雨般的进攻了2分钟，居然还没能拿下许家烟，这让他愤怒至极。雷蒙情报局的情报是不是搞错了？这是胡克心中的第一个念头。毕竟此刻许家烟所展现出来的缠斗实力，比那个 A 级情报官韦伯斯特提供的要强出太多了。盛怒之下，胡克加强了攻势，黑恶战刀不断和许家烟手里的匕首相撞。这种狂猛的力量让许家烟的虎口皮肤都被震得裂开，鲜血直流。在这种情况下，许家烟的匕首眼看着就要握不住了，可偏偏没脱手，还能继续跟胡克缠斗在一起。其实能够坚持到现在，许家烟还是凭借着自己从天星刀法之中所悟出来的力量运转线路。虽然他还用不出烈阳当空这么惊艳的招式，可从中所体会出来的皮毛已经让自己在短时间内获得了极大的提升了。胡克渐渐占据了优势，他觉得再给自己5到10分钟，肯定能够碾压这个和实际情报不符的银月杀手。但是他并不想拖太久，想要在短时间内干掉对方，有的是其他办法。胡克一刀劈向许家烟，后者身形飞退，趁此机会，他的双脚在地上狠狠一踩，朝着前侧方腾空而起。看他这攻击方向，竟是许家烟的小院，而小院里还坐着那位慢慢品茶的白发女人。胡克准备先干掉他，再趁着许家烟前来救援的时候，直接找机会解决战斗。小院的围墙没有对胡克形成任何的阻挡，他的黑恶战刀已然要劈到那白发女人的头上了，似乎血溅五步的情形马上就要发生。不过当那白衣女人抬起头之后，胡克看到了对方的脸，明显愣了一下。之前根据韦伯斯特手下人的情报，许家烟正在和一个白发老太太待在院子里，可是面前这女人除了头发全白之外，哪里有半点老太太的模样，简直是绝世美人。老师，许家烟喊了一声。不过诧异虽诧异，胡克手里的刀却没有停下半分。给我死！他吼道。然而胡克却见到那白发女人一点都没有躲闪，只是伸出手来拿起了放在茶桌上的桂树枝。她的动作看起来很悠然，偏偏又快到了极点。那种视觉上的错觉让胡克心里的危险感陡然涌了出来。陆天星捏着桂树枝，手腕轻轻一摆，那树枝便抽在了黑恶战刀的刀身上。这一切都在电光石火间。陆天星的动作轻描淡写，可又是雷霆万钧。胡克只感觉到一股自己无法抵抗的力量从黑恶战刀上传来，他的虎口皮肤当场崩裂，那把战刀直接被抽得脱手，旋转着飞上了高空。胡克并未看到，当黑恶战刀和桂树枝接触的一刹那，由高强度钢打造的刀身上便立刻布满了裂纹。而紧接着陆天星的手指一抬，那桂树枝便轻轻戳向了胡克的胸口。这看似很简单的招数，却让胡克根本产生不了任何躲避之心。他就像是被施了定身法一般，眼睁睁地看到树枝尖端落到自己的胸口上。胡克的心已经紧张到了极点。不过让他意外的是，这桂树枝只是轻轻一点，连带架衣服前面的反光条都没戳破。虚张声势。胡克忍不住地说了一句，他刚要往前一步掐死这个白发女人，可是下一秒他的矮壮身形却猛然一颤，
这家伙无法自控的一张口，大口大口的鲜血已经从口中涌出。这不可能！胡克缓缓跪倒在地，他清楚地感觉到那轻轻戳在自己胸口的桂树枝，隔着胸肌，直接让他的心脏在胸腔之中爆开了。当胡克的身体摔倒在地的时候，那飞上高空的黑恶战刀也落了地。不过此时，这把刀的刀身已经变成了10几个碎片了。胡克倒在地上，鲜血还在从嘴巴里溢出。他的眼睛还睁着，但已经永远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闭眼了。我的天！许家烟深深地被震撼了。这场景显然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认知了。陆天星淡淡说道：你联系一下养老院的物业中心，让他们来把这尸体处理一下。随后他把那根点爆了胡克心脏的桂树枝轻轻放回了茶桌之上。联系物业中心处理尸体。许家烟被这句话搞得愣了愣，随后连忙鞠躬：谢谢老师。也不用谢我，那小子把你安排在这里住，肯定也是存了这份心思的，他巴不得我们这些老胳膊老腿的多替他动一动。陆天星难得笑了笑，这小子比他爸还鬼精鬼精的。等陆天星走后，许家烟望着胡克的尸体发着呆，回想着老师的话，他有些难以置信地自言自语：处理尸体的活，找养老院的物业就能干了。但是许家烟觉得师傅肯定不会骗自己，于是拨打了墙上贴着的物业电话。您好，碧康养老院物业管理中心，有什么可以帮您的？电话那端响起了一道明显还带着困意的声音，说话间他还打了个哈欠。有点事，需要你们帮个忙，可能有点麻烦。许家烟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养老院物业全心为您服务，有事您就直说，请问具体是什么事呢？电话那边说道。许家烟纠结了一下措辞，终于还是决定用最直白的语言来说道：刚刚17号院这儿发生了一点事情，你们能不能来帮忙处理一下？处理一下尸体。说完这些话，他自己都觉得非常荒诞，太扯淡了吧。然而电话那边却说道：好的，请问有几具尸体？要是太多的话，我们就派一辆大点的车过去。几具？许家烟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艰难地说道：就1具。他甚至感觉自己都说少了，1具尸体都有点不好意思，麻烦物业大半夜的出马干活。好的，我们知道了，马上就到，我们都是专业的。嘿，你们几个都别睡了，起来干活了。电话随后便被挂断了。几分钟后，一台纯电的国产皮卡车便开到了17号院的跟前。看来这养老院物业还挺贴心，没有用汽油车在半夜扰民。一个睡眼惺忪的中年男人从主驾驶上跳下来，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说道：嗨，许小姐，你好，我是这儿的物业经理，尸体在哪儿？许家烟抿了抿嘴，抬手指了指胡克的尸体，有些艰难地说道：您怎么称呼？我叫周显威。这物业经理说着招呼道：你们几个都下来，帮忙抬死人了。很快又从车子上下来了几个男人，全都在打着哈欠。许家烟定睛看了看，居然好几个国籍的都有，有一人的个头很高，强壮程度甚至超过了小庞，还有一个是个光头白人，最后从车子上下来的男人皮肤有点黝黑，像是东南亚人。这是什么奇葩的物业中心？不愧是宁海，这物业还挺国际化的。周经理喊道：泰山，你抬尸体的左脚；霍尔曼，你抬右脚；
金泰珠，胳膊交给你。哎，泰山，你怎么一个人就给抱起来了？慢点，脑袋都磕到柱子上了，血都洒了一路。你看你这傻大个干活，多埋汰。周经理说着，满脸嫌弃地看着那个叫泰山的强壮男人。这强壮男人把胡克的尸体扔进了车斗里，还对许家烟咧嘴一笑。许小姐，老板交代了，让我们不要随便出手，得让你有几个活靶子练练手，否则的话，这几个小菜鸡怎么可能进得来？许家烟，老板是谁呀？物业经理周显威捂着泰山的嘴巴，对许家烟满脸堆笑。嘿，这家伙话太多了，我们先走了，明天会有专业保洁来清理血迹的。许小姐，你早点休息哈。说完，他们都上了车，准备离开。这皮卡刚刚启动，又是一个急刹。周经理放下了车窗，嘿嘿笑着说道：那啥，许小姐，等到了年底，给我们物业满意度打分的时候，请给一个5星好评哈。好的，谢谢周经理。许家烟站在原地目送着车子远去，俏脸之上仍旧是恍惚与错愕。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奇葩养老院？良久之后，许家烟才摇了摇头，带着满满的不真实感走回了房间。而这时候，那2台轿车上，韦伯斯特等了大半个小时，都没等到胡克回来。不会出意外了吧？韦伯斯特的表情稍微有些凝重，他的手下笑道：调查官，一个小小的养老院，住的都是老弱病残，能出什么意外啊？说不定这胡克看到银月杀手太漂亮了，没忍住脱了裤子玩了一把。司机也笑道。韦伯斯特却摇了摇头：走，不等他了，我觉得有点不对劲。一旁的手下说道。可是韦伯斯特的眉头一皱，情报局和杜卡罗是平等的合作关系，他们能追究什么？快点，现在就走。出于职业直觉，他已经嗅到了一股危险的味道了。2台轿车立刻向养老院大门驶去，然而养老院的大门此刻却关上了。直接撞开。韦伯斯特沉声说道。然而司机却猛然刹了车，因为从保安室里出来了4个身穿保安服的男人。这4个男人的手上还拿着扑克牌。在之前韦伯斯特的2台车子驶进来的时候，4个保安都在打牌，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们。不要停车，直接撞死他们。韦伯斯特狠声说道。然而其中一个男人却摇了摇头：还差最后一圈就打完了，非得这时候来捣乱。说罢，他一抬手，手里的扑克牌像是飞镖一样，全都旋转着飞了过来。在这扑克牌的攻击之下，那第1台车的车玻璃轰然爆碎。快开车！韦伯斯特还在吼着，然而这台车却动不了了，因为一张扑克牌已经深深插进了司机的喉咙里了。而坐在副驾驶的手下，脑门上也嵌着2张牌，鲜血长流，双眼圆睁，显然也活不成了。其中一人又是一扬手，第2把扑克牌挥洒而出。后面的1台车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韦伯斯特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招式，他颤抖着捏起一张扑克牌，发现这居然就是再寻常不过的纸质扑克，这简直闻所未闻。这怎么可能？无边的恐惧充斥了韦伯斯特的大脑，他双手颤抖地抱住了脑袋，喊道：投降，我投降。不好意思，我们懒得留活口，要是抓了你，还得找地方关你，还得给你送饭，吃喝拉撒睡都得管，
还不够麻烦的，不如直接弄死算了。为首那个保安吐槽道。下一秒，他手腕一抖，又是几张扑克牌高速旋转而来。唰！韦伯斯特清楚地听到了自己的气管被切开的声音。在他气绝身亡之前，依稀听见为首的那个保安说道：老黄，给物业打电话，让他们来处理尸体。这电话还是你打吧。物业中心那几个家伙一到晚上睡得跟猪一样，上次就懒得来，非让我们自行搞定。那不行，保安是保安，物业是物业，这职责得分清啊。他们敢这么推活，是不把我这保安队邵大队长放在眼里啊？第二天9点钟，苏无忌直接敲响了童优柔的房门。后者5点多才躺下，脑子里刀光剑影不断闪过，直到7点多才好不容易酝酿出困意来。这会儿才刚睡了2个小时。谁呀？童优柔迷迷糊糊地问道。是我。苏无忌的声音响起。哦，你等一下。童优柔光着脚下了床，给苏无忌打开了门，然后又晃悠悠地回到了床上，腿一抬，继续骑在被子上睡觉。这睡姿和他那天喝多了装醉的时候一模一样，只是那天童优柔穿着的是裤子，今天则是一件不算长的睡裙。他这么一抬腿，那纯白色的短裤都暴露出来了，其中似乎有某些影子若隐若现。苏无忌扭头看向窗外，忍不住地说道：我真的很不理解，为什么很多女人都喜欢这样挎着腿睡觉。而他旁边，龙清河和吉雨诗对视了一眼，都露出了极为惊诧的目光来。没错，苏无忌敲门的时候，这2个女人就在他的旁边，只是睡得正香的童优柔看都没看一眼，拉开了门便转身回去睡觉了。龙清河惊讶地说道：柔姐连睡觉都不避着你了，看来你们还真是……虽然他口口声声要看柔姐和苏无忌之间的八卦，可看到童优柔和苏无忌的关系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这让龙大主持人心中还有些微微别扭的感觉。我可没碰过你的柔姐姐。苏无忌一脸无辜，季雨诗满眼八卦。可柔姐居然睡到现在还没起床，昨天晚上肯定累坏了。你们到底做什么了？苏无忌咧嘴一笑：嗨，我就是带她做了一点刺激性的事情。季雨诗：刺激性。苏无忌觉得季雨诗这句话的重音有点不太对，但也没多想。对呀。季雨诗看了看童优柔那骑在被子上的大腿，重重点头说道：怪不得呢，柔姐都被刺激得合不拢腿了。这看起来甜美可爱的小助理脑子里面黄得很啊。龙清河笑眯眯地问道：我今天还有个访谈得回林州，你和柔姐什么计划？苏无忌说道：昨天晚上的事情还没干完，今天得接着干。接着干几车？季雨诗眼睛里的八卦光芒浓郁到了极点。那柔姐还能走得了路吗？龙清河没好气地在他脑瓜上拍了一下，随后将这污力满满的小助理拉了出去。1个小时之后，苏无忌带着已经拔腿合拢了的童优柔出现了东兴汽车的宁海总部大厦。东兴公司的管理层都在这办公，这里距离东兴汽车的生产基地还有1个小时的车程。我们来这儿干什么？童优柔问道。苏无忌抬手指了指这幢大楼的高层。昨天晚上的电话信号是从这里发出来的。凶手是东兴汽车的人？
童悠柔的眼睛一下子瞪圆了。昨天晚上的那绑架电话，让童悠柔现在回想起来，皮肤上还要冒出鸡皮疙瘩。那个隐藏在电话那端的家伙这么阴险狡诈，如果不及时将他挖出来，那么这一场噩梦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止。走上人，苏无忌说道。就我们2个人去抓人吗？童悠柔有点不明白，为什么苏无忌要带着自己一起来。苏无忌说道，其实我一个人就足够了，但是你昨天晚上和我一起经历了这次事情，今天总得见到一个圆满的结局。童悠柔点点头，她其实有些期待，但还是说道，我怕我成为你的累赘。那倒不会，你是福将。苏无忌笑道。随后他掏出手机给岳童宇打了个电话。岳大少，我到你们楼下了。岳童宇很意外，你怎么来了？没提前说一声啊？来找你聊点事情。苏无忌说道。要不你下来接我一下，我进不去。你稍等，我下楼接你。岳童宇站到了窗边，往楼下看了看。不过15分钟之后，所有高管要开会，我只能陪你10分钟。旁边的女秘书说道。岳总，需要接客人，我下去就行。岳童宇说道。这客人可非同一般，不能怠慢，我亲自去。说罢，他快步走出办公室，进入了高管专用电梯。电梯里还有一个个子不高的男人。水谷总监。岳童宇点点头，打了个招呼。由于这里是东兴汽车的华夏合资公司，所以有一部分高管是从东洋的东兴总部派过来的。水谷拓也正是这宁海东兴的技术部总监，比岳童宇这个副总裁低上半级。岳总。水谷拓也用还算比较流利的华夏语说道。他倒是入乡随俗，把岳童宇职级里的副字给去掉了。水谷总监的黑眼圈这么重，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吗？岳童宇问道。水谷拓也无奈地说道。新车型的车机芯片更新，出现了一大堆 bug， 技术部有一半人都在连夜测试。我这2天一共才睡着4个小时，今晚肯定还是个不眠之夜。岳童宇笑道。辛苦了，等这次新车型发布会结束，老板肯定会给你们技术部发一大笔奖金的。水谷拓也耸了耸肩，笑道。奖金是不小了，总是被华夏的新能源汽车甩在后面。我只希望老板不要扣我的钱。到了技术部的楼层，水谷拓也下了电梯，而岳童宇直接到了1楼。嗨，无忌老弟。岳童宇笑道。童小姐也来了，怎么，来和我谈龙清河的代言吗？由于和麦克斯韦集团的具体合同都还没敲定，所以经纪公司并未将这重磅代言对外公布。岳童宇也不知道这回事儿。苏无忌呵呵一笑，说道。你们的代言清河看不上啊。岳童宇倒是显得很大气，笑道。这个先不聊，走，去我办公室喝杯咖啡。前一天发生在商场里的事情，岳童宇也听说了。虽然当时所有人都签了保密协议，但作为主要的赞助商，导演组还是偷偷跟岳大少通了气。厉害呀！岳童宇说道。那天如果没有你在，娱乐圈真的要大地震了。苏无忌无所谓地说道。都是宁海国安提前得到了情报，我没参与什么。童悠柔看了苏无忌一眼，觉得这个青年真是低调到了骨子里。那天他虽然不在商场里，但也听龙清河说了所有的细节，
再联想到第二天的绑架张依依事件，童优柔坚信，在和国安的联合行动中，苏无忌才是主导的角色。到了岳童宇的办公室，秘书已经把现磨的咖啡送了过来。苏无忌往沙发上一坐，盯着那秘书的背影看了看，咧嘴一笑。岳大少，这秘书可以身材和清河是一个类型的，你俩没一腿吧？童优柔差点喷了。岳童宇无奈地笑了笑，就算有，我也不能当面承认啊！我可不相信，老弟你专程来到东兴总部，只是为了看看我秘书长什么样子的。当然不是闲扯淡的，我是来办一件正事。等一，苏无忌翘起二郎腿。可惜岳大少要去开会，只能陪我5分钟了。有些精彩的场面，你怕是要错过了。岳童宇的眉头微微一皱，说道：今天的会议关乎下周的新车发布会，明海东兴的所有高层全都在，甚至东洋总部也派一个高级副总裁出席了。无忌老弟，你不要在这时候搞事啊！苏无忌抬眼一笑：不是我要搞事，是你们公司里有人要搞大事了。岳童宇的眉毛皱得更深了。我不明白。这时候，童优柔端起杯子想喝一口咖啡，然而他才刚刚把杯子放到唇边，就被苏无忌拦了下来。别喝，万一有毒怎么办？有毒？童优柔立刻放下了杯子。要是以往他听到了这句话，肯定会觉得离谱，但已经对苏无忌坚信不疑了。无忌老弟，你用不着这么阴阳我吧？岳童宇气笑了。你要是死在我办公室里，我也解释不清了。我承认，我想把龙清河娶回家，但我不会用这么下作的手段来对付我的情敌。苏无忌呵呵一笑：我哪句话说是你干的了？你岳大少要是能做出来这样的蠢事，估计也做不到现在这个位置上。岳童宇若有所思：你的意思是？这时候秘书推门进来：岳总，您该去开会了。好，我现在就去。岳童宇说道。无忌老弟，你先坐。苏无忌摆了摆手：别急，你们今天这会议应该是开不成了。什么意思？岳童宇仍旧不知道苏无忌到底卖的什么关子。而这时候，苏无忌指了指窗外。岳童宇看向外面，赫然发现楼下已经驶来了好几台特警车辆。车子刚刚停稳，戴着面罩头盔的特警战士便从车子里跳下来。很快，东兴总部大楼的所有出口都已经被封锁了。岳童宇立刻问向秘书：去问问到底怎么回事。秘书立刻跑了出去。随后岳童宇看向苏无忌：这一切和你有关系吧？那天晚上过后，我就看出来了，你和国安的关系不错。苏无忌伸手指了指楼上：这2天的所有事情，幕后指挥就藏在这栋楼里。岳童宇的眼神里瞬间精芒闪动，他问道：真的？会不会搞错了？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废话，你不信国安的追踪手段？岳童宇摇了摇头：可是今天东洋的东兴总部有高层来，宁海东兴要是在这时候出了大乱子，我没法交代。其实在东兴公司的高层里，岳童宇算是华夏人里排名最靠前的了。他上面还有一个高级副总裁和总裁，那俩都是东洋人。如果这不是合资公司的话，以岳童宇的家世背景，或许早就上位当老大了。苏无忌嘲讽冷笑：你一个首都大少，向这些东洋人交代个毛线？岳童宇听了稍稍一沉吟，随后笑了起来：老弟，你说得好，我在这东洋人的企业里待久了，反而被遮蔽了眼睛，束缚了手脚。
这时候，秘书又跑了进来。岳总，宁海特警说我们东兴大厦里有间谍，现在要逐层搜查，任何人不准进出，我们该怎么办？岳童宇也不急了，淡淡一笑：好，那就静观其变。然而，一道怒气冲冲的声音在门口响起：岳童宇副总裁，这是怎么回事啊？今天所有高层都要开会，华夏警察这是在搞什么？简直严重影响我们公司的运行秩序。你是华夏人，快去沟通，让这些特警快点离开。岳童宇摊了摊手说道：道警副总，华夏国安在抓间谍，这是我能干涉的吗？而此刻这怒气冲冲的人就是东兴汽车宁海公司的高级副总裁道景阳生。道景阳生怒道：东洋总部的股市副总裁现在就在会议室。岳童宇，我一定要你们华夏人给我一个解释。说完，他快步走了出去。岳童宇看了看悠哉坐在一旁的苏无忌，无奈问道：老弟，这间谍是东洋人还是华夏人？要是华夏人的话，后续对东兴汽车的华夏员工影响可太大了。显然，在东兴这家合资公司里，东洋人的地位似乎比华夏本土员工要高一些。是东洋人，但他不只是间谍，更是杀手。苏无忌又指了指楼下：你看，今天的特警全副武装，是以抓捕恐怖分子的级别来应对的。岳童宇回想起那天在商场发生的枪战，确实算是恐怖分子了。说着，他的拳头重重捶了一下桌面。那就希望国安多抓几个间谍出来，狠狠打击一下这群东洋高管的嚣张气焰。苏无忌看着岳童宇的不爽模样，笑了笑：你一个首都大少，何必在这里委曲求全的当个职场精英？老父亲不让我从政。岳童宇说道：虽然他现在的话语权已经很大了，但对岳家子弟的管理却越来越严格。苏无忌说道：这是好事儿。两人闲扯了几句，随后苏无忌看了看手机：技术部的楼层已经被国安封锁了，走，咱们也去看看热闹。岳童宇说道：间谍就在技术部。苏无忌：是个技术大牛，随随便便就能入侵车载电脑。而就在这个时候，秘书又跑进来喊道：岳总，不好了，技术部一组的井上美泰组长突发心脏病死在了工位上，现在公司的员工已经和特警发生冲突了。苏无忌的眼睛眯了起来：你们公司的人胆子可真不小，连国安重案组都敢冲。是你们华夏人胆大包天。一道声音又响起来，此人说着生硬的华夏语。苏无忌定睛一看，是一个看起来50多岁的干瘦男人，正路过岳童宇的办公室，居然还能把脖子伸进来骂上一句。岳童宇的脸色有些难看，介绍道：这是和我同级别的副总裁阿部建勋，主要负责公司安保和员工安全。东洋员工被你们当场整死，你们全是混蛋！我要让华夏国安都滚出去！阿部建勋气冲冲地骂了一句，然后想要赶去技术部楼层。苏无忌淡淡说道：滚回来！阿部建勋听了，差点没给气炸。他快步回到苏无忌的面前，伸出手指着对方的鼻子，想要再多骂两句。可这时候，苏无忌一只手抓住了阿部建勋的手指，另外一只手抄起岳童宇桌上的烟灰缸，狠狠砸在了他的脑门上。